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们要一同踏上一段震撼心灵的旅程，去探索一个改变了人类对生命认知的伟大理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作者是查尔斯·达尔文，一位被誉为进化论之父的杰出科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这一著作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生物界的方式，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种起源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生物学的书籍，更是一把开启我们对生命本质思考大门的钥匙。它让我们明白，生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变和进化之中。这种观念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渗透到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思考我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以及我们自身的起源和发展。想象一下，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物种是神创造的，是固定不变的。而物种起源却告诉我们，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个观点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人们思想上的黑暗天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它让我们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的奇妙和复杂，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生存策略。那么，你是否曾经思考过，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呢？为什么有的生物能够适应环境，繁衍生息，而有的却走向了灭绝？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这本《物种起源》之中。让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一同去探寻生命的奥秘。1. 自然选择，生命演化的核心机制。物种起源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指在生物界中存在的变异现象，这些变异有些对生物的生存有利，有些则不利。在生存斗争中，具有利变异的个体容易在生存斗争中获胜并繁殖后代，而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在生存斗争中失败而死亡。由于生物都有遗传的特性，这样一代代的选择下去，有利变异就会逐代积累，有害变异逐代被淘汰。因此，自然选择使生物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进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然选择符合我们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我们都知道环境对生物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自然界中，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是激烈的。只有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生物，才能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生存下来。这种适者生存的观念，与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竞争和挑战有着相似之处。从逻辑上讲，自然选择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推理过程。达尔文通过对大量生物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发现了生物变异和遗传的现象，进而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个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生物界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如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适应性和进化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到许多领域。例如，在商业中，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可以借鉴自然选择的理念，注重研发和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教育中，我们也可以运用自然选择的原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方法，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提高教育质量。此外，自然选择的原理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发展和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成功。书中提到，自然界中的一切设计，无论多么复杂或看似完美，都不是由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所创造的，而是通过一个自然的过程，自然选择逐渐演变而来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自然选择的伟大力量，让我们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2. 共同祖先，连接生命之树的纽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共同祖先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共同的祖先。这个观点意味着，生命在地球上有着共同的起源，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祖先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观念，让我们对生命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从心理学上讲，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与他人或他物区分开来，认为自己是独特的。然而，共同祖先的概念告诉我们，我们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的起源，我们都是生命之树上的一个分支。这种观念可以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敬畏感和对其他生物的关爱之情。从逻辑上讲，共同祖先的概念是基于对生物界中许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例如，生物的胚胎发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许多生物的基因序列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这些现象都暗示着生物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祖先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提醒我们，生物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个物种的灭绝可能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采取措施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态平衡。在科学研究中，共同祖先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框架。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对不同生物的研究，追溯它们的共同祖先，了解生命演化的历史。这对于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探索生命的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共同祖先的概念还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生命，共同分享着这个美丽的星球。通过认识到我们与其他生物的共同起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书中写道，我们看到，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所有生物都有着共同的特征，这表明它们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这句话简洁而有力地阐述了共同祖先的概念，让我们对生命的统一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3. 变异与遗传，生命演化的基石。变异与遗传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生命演化的基石。变异是指生物体在形态、生理、生殖等方面与同种其他个体之间的差异。遗传则是指生物体的性状由亲代传递给子代的现象。从心理学上讲，变异与遗传的现象让我们对生命的独特性和延续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基因和性状。这种独特性使得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才能。同时，遗传的现象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与我们的祖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生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讲，变异与遗传是生物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机制。在自然界中，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那些能够产生有益变异的生物，才能在环境变化中生存下来。而遗传则保证了这些有益变异能够在后代中得以保留和延续，从而推动了生物的进化。在农业中，我们可以利用变异与遗传的原理进行品种改良。通过杂交育种、基因工程等手段，我们可以培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农作物和畜型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例如，利用转基因技术，我们可以使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耐旱等优良性状，从而减少农药和水的使用，保护环境。在医学中，变异与遗传的研究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许多疾病都与基因变异有关，通过对基因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此外，遗传咨询和基因检测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身的遗传风险，采取措施预防疾病。此外，变异与遗传的现象也提醒我们要尊重生物的多样性。每一个生物个体都有着独特的基因和性状，这些都是生命演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避免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生物种群的灭绝。书中指出，没有变异，就没有选择；没有遗传，也就没有进化。这句话强调了变异与遗传在生命演化中的重要性，让我们对生物的适应性和进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4. 生存斗争，生命演化的动力。生存斗争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生命演化的动力。生物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水、空间等，以及为了繁殖后代，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从心理学上讲，生存斗争的现象反映了生物的生存本能和竞争意识。在自然界中，资源是有限的，生物为了生存和繁衍，必须不断地与他人竞争。这种竞争意识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与他人竞争资源和发展机会。从逻辑上讲，生存斗争是生物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途径。在生存斗争中，生物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这种竞争机制推动了生物的进化，使得生物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商业中，生存斗争的现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和资源，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只有那些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在教育中，我们也可以运用生存斗争的原理。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他们需要不断地与他人竞争学习资源和机会。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树立竞争意识，培养他们的竞争能力，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此外，生存斗争的现象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合理的利用资源，避免浪费和过度消费。同时，我们也要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为生物的生存创造良好的条件。书中提到，生存斗争的结果是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生存斗争的本质，让我们对生物的生存策略和进化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5. 适应与进化，生命演化的方向。适应与进化是生物界中永恒的主题。生物在生存斗争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适应过程就是生物的进化。从心理学上讲，
适应与进化的现象反映了生物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学习能力。生物在面对环境变化时，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从逻辑上讲，适应与进化是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必然选择。在自然界中，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才能在生存斗争中生存下来。而生物的进化则是通过自然选择、变异、遗传等机制实现的。在科技领域，适应与进化的原理可以指导我们进行技术创新和发展。科技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适应和进化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新的应用领域和商业模式，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个人发展方面，适应与进化的原理可以激励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和成长。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此外，适应与进化的现象也提醒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地面对变化。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不断地适应和调整，才能在变化中生存和发展。我们应该勇于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不断地开拓创新。书中写道，适应是生物对环境的响应，是生物进化的核心。这句话强调了适应的作用，让我们对生物的生存策略和进化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对物种起源的深入探讨，我们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了解到，自然选择是生命演化的核心机制，共同祖先连接着生命之树，变异与遗传是生命演化的基石，生存斗争是生命演化的动力，而适应与进化则是生命演化的方向。这些理念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生物界的认知，也对我们理解自身的发展和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让我们行动起来，去阅读《物种起源》，去深入思考生命的奥秘。让我们将书中的理念运用到生活中，去探索和发现生命的美好。我们可以尝试着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学习生物的生存策略和适应机制，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同时，我们也要珍惜生命，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地球上的生命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生命是伟大的，它充满了奇迹和奥秘。让我们以敬畏之心去探索生命的旅程，以感恩之心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生命的秘密，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